这期视频我们会探讨游戏画面中各项设置的作用以及对性能的影响，以求可以通过合理的优化设置，在不过多损失游戏画质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提高游戏帧数。比如在这组画面中，你能看出画质的差别吗？我们来看设置，首先是纹理质量，有些游戏中也叫材质，这是一个几乎不吃性能，但是却对画面提升非常大的设置。纹理是什么？你用泥巴捏了一个人物，这叫建模，然后给它画上细节颜色，就叫纹理。在游戏中，低质量纹理和高质量纹理的观感天差地别，但是高质量纹理对帧数却几乎没有影响。这是因为在游戏制作的时候，游戏制作人已经花了大量的时间把这些纹理渲染好了，然后把这些渲染好的纹理直接做成贴图粘在模型上，这样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电脑只用在模型上加载制作好的贴图就行。所以你在游戏中看到的大部分画面都是不怎么消耗性能的粘贴画，这是一个取巧的办法，但是却可以极大的减少电脑性能的开销。因此高质量纹理设置并不会占用显卡的算力，只是加载高质量纹理图片会占用一些显存，因此在显存足够的情况下，纹理可以开最高。与纹理材质相匹配的还有各项异性过滤，这个有啥用呢？我们先看一个例子，这是你的主板，从正面你能清晰的看到 ROG Z490 字样，但是当视角发生转变，从侧面看过去，虽然字体发生了形变，但是你依然能清晰的看出 ROG Z490，但是在游戏中这部分像素会被压缩，出现模糊看不清的错误。大家可以看右侧这块木质的墙壁，最内侧出现了模糊的错误，木板的纹理消失了。然后我们打开各项异性过滤，木板的纹路回来了。所以各项异性过滤的作用其实就跟它的名字一样，对贴图各个方向上的错误进行过滤修正。它有点像质检员，设置的倍数越高，质检员抽检的样品数量就越多，画面中显示的错误也就会越少。质检本身不是什么累活，所以这项设置只会占用显卡很少的算力。关闭和开16倍，游戏只是降了1帧，所以我建议你是可以开8倍或者开16倍。有了模型和贴画，我们要给游戏世界加入一点光，不然游戏世界就是黑漆漆的，啥也看不见了。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游戏中制造一个太阳、月亮或者各种灯光来照亮游戏世界，但光其实是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在现实世界中，光线会进行无数次的反射、慢反射、折射等等。为了让游戏世界更真实，游戏也会对光线的这些特性进行模拟。这样模拟真实世界的光在游戏中叫全局光照，但是模拟光的反射、折射需要巨大的计算量。在生产力渲染软件和影视作品中，渲染一张超高质量的全局光照场景就要几个小时乃至好几天，但在游戏中1秒就是几十帧，这么老实巴交的让你家电脑去模拟全局光显然不现实。所以游戏中一个比较取巧的办法就是静态全局光照。游戏中的大部分场景，比如房子、路灯等等，光源都是固定的，那么游戏开发者就可以在游戏开发时用他们超高性能的电脑，再去花大量的时间去模拟全局光，然后把这些光都烘焙成贴图，这样你在游戏时，游戏直接调用现成的贴图就行了，不需要你的显卡再进行一次渲染。这种做法就像是直接把每个题的答案给你写好，考试的时候你只需要照着抄答案就行，不用你多动脑子也能有个不错的结果。但是这种做法不够灵活，只能适用于大部分固定的场景，比如在游戏中的水面、镜面这种地方，游戏就会加入反射质量和镜面质量的设置。这种设置会让你的电脑自己去计算光线的反射，以起到更逼真的反射效果，但是也会占用大量的显卡性能，让帧数暴跌。即便是在没有水和镜子的地方，帧数也会受到不小的影响，但是对观感的提升微乎其微。此外，光线追踪也是解决游戏中静态光照不够灵活的方法之一。光线追踪顾名思义就是实时计算游戏中光照的各种反射和阴影。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的世界》，在这种超高自由度的游戏中，游戏开发者没有办法提前渲染贴图，但是加入光线追踪后，游戏可以实时计算光照和反射了。而在 3A 大作中，光线追踪也可以解决部分场景中光照错误的问题，比如赛博朋克中的这个灯笼，作为一个灯，它好像没有发出什么光线，但是再对比一下真实世界中的灯笼，发出的红光打到了天花板上，把周围都染成了一片红色。
然后我们打开光线追踪，灯笼发出的光线终于把天花板上打出了一层红色的光芒。再比如这个遮阳伞下面的桌子，明明是在太阳的阴影下面，但是桌子的边上却发出了刺眼的光芒。然后我们打开光线追踪，桌子边缘不正常的发光消失了，变得更真实更自然。所以光线追踪和光线反射这一类的设置其实更像是考试的时候不给你答案了，你要完全靠自己的脑子来做题。你花费了大量的脑力，做题的速度明显变慢，但目的只是为了让最后的结果更准确一些。所以游戏中与光线有关的设置大都会很吃性能，但提升的可能只是一些你平时不太会注意到的光照细节。低配电脑完全可以关闭或者开最低，只有光还是不行，没有影子的世界看起来会格外的假。这时候我们可以给游戏加上影子，阳光被植物遮挡产生了影子，让游戏世界变得更加真实。游戏中的阴影设置大多是调影子的分辨率，效果开越高，影子的分辨率就越高，影子越清晰。但是在现实中，影子有时候也并不都是完全清晰的，阳光下树木的影子也大都是斑驳且模糊不清的。况且在游戏中，影子还会占用一些性能，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必要去开最高等级的阴影，影子是有就行了，有和没有是两个游戏。开低和开高有时候对观感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一般情况下建议大家开低档或者中档就行。前面我们说的只是最初级的影子，在现实生活中影子也是复杂的。仔细看鼠标和水杯与桌面接触的地方，会有一道颜色特别深的阴影，这一道颜色更深的阴影在游戏里就是环境光遮蔽。这个功能会给两个物体接触的地方加入一道颜色更深的阴影，让平平无奇的画面变得更有立体感。但是这个功能是会降低一点帧数的，打开和关闭会有很大区别。但是开最高和开最低好像区别也并不是很大，反而会降低不少帧数，所以建议是开低，能营造出体积感就行。说到体积感，就不得不提游戏中的体积云、体积雾、体积光等选项。体积感是美术绘画中的一个词汇，在平面纸张上通过光和影来塑造立体感，因此游戏中的体积云、体积雾之类的设置本质上也是通过光和影来让云朵和雾气变得更有立体感。比如在老游戏 GTA 5中并没有使用体积云技术，云朵虽然看起来也很漂亮，但是平平无奇，看起来更像是一堆会移动的图片。而在荒野大镖客2的体积云中，云层变得更加生动，甚至可以与光线进行互动了。所以体积云和体积雾本质上还是光和影的艺术，因此会占用不小的性能。对于低配玩家来说，体积云、体积雾这类锦上添花的功能可以关掉或者开最低，高配看风景的话可以开最高。对于风景党来说，还有一个设置会影响观感， LOD 中文叫细节层次，有的游戏也叫视野距离。比如这个模型近距离观看是非常精美的，但是我稍微走远一些就会变得粗糙，这是游戏为了节省电脑性能而做出的取舍。它会把离你距离较远的模型用低分辨率渲染，从而减轻电脑的负担。比如你在游戏中快速移动，你前面的环境挣扎着相继从你眼前出现，那么你就可以适当调高一下细节层次来改善。不过高细节层次也会占用一些电脑性能，所以一般情况下开中档降低一下模型突然出现的突兀感就可以了。 LOD 细节层次可以降低模型的细节，同样的，游戏中也提供了选项来给高配电脑增加模型的细节。曲面细分这个设置的本意是在原有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增加模型的三角形面数来提高模型的精细程度。比如在大表哥2中，打开曲面细分之后，树木变粗了一些。在地铁离去中也有同样的变化。而在这个场景中，打开曲面细分之后，模特好像确实变丰满了一些，但是你再仔细看左边的雪地上，雪变多了，盖住了一些原本就有的细节，这可能也是曲面细分没有优化好的一个副作用吧。但是曲面细分会占用不小的性能，比如在这个室外场景，除了帧数暴降了10多帧，你还能看出其他的区别吗？所以曲面细分这个功能概念很好，但个人觉得并不实用，建议关闭。一个漂亮的世界里总归还是要有一些花花草草的，
小草虽然小，但也都需要建模，需要渲染细节，需要计算光线的反射，还要考虑人走过和风吹过时的动态效果。因此草地也是影响性能的一大因素。比如在《刺客信条：奥德赛》中，不同草地质量对性能的影响还是挺大的。这其实是一个取舍问题，电脑不流畅的话就开低一些，看风景的话就开高一些。还有水，用电脑去模拟水的运动也会占用不小的性能。比如在《荒野大镖客2》中，最低的水雾里好像跟最高的看起来也没啥区别吧，但是如果你朝水面开一枪试试，所以如果你在游戏中看到有物理字样的，那么这个设置基本就会非常吃性能。如果你对帧数要求比较高的话，建议是关闭或者调低与物理有关的选项。游戏中还有一些粒子特效类的设置，比如燃烧的火星、海洋的浪花，还有绚丽的技能特效。这些粒子类的特效对观感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对性能影响属于中等，可以看个人情况选择。游戏中还有一个吃性能的大头，就是抗锯齿。我们在游戏中很容易看到这种不光滑的锯齿，这是因为在电脑的世界里是没有曲线这种东西的，2点形成一条直线，3点成一个面，成千上万的三角形就组成了游戏中精细的游戏模型。而显示器上的像素只是 2D 平面上的一个个小方格， 3D 模型中的三角形在 2D 的像素上进行显示的时候会丢失一些细节，所以显示出的三角形通常与理想中的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当2个三角形的色差比较大的时候，显示出来的画面的锯齿看起来就会格外的明显。就比如这个场景中，房檐和天空的色差就很大，因此锯齿看起来会格外的明显。既然锯齿是由于像素密度过低导致的，那么提高像素密度就会让三角形的边缘更加精细，因此提高游戏的分辨率是解决锯齿最直接的办法。可以看到，在 4K 分辨率下，锯齿比 1080P 减少了非常多。但是把所有的游戏内容都渲染到 4K 或者更高的分辨率还是太耗费性能了。英伟达的 DLSS 深度学习超采样技术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DLSS 可以通过深度学习的方式，以较小的性能生成高分辨率的图像。比如在《赛博朋克2077》中，原生 4K 分辨率只有33帧，在开启了 DLSS 后，帧数飙升到了88帧，非常夸张。这项技术由英伟达负责训练模型，然后以驱动更新的形式推送给用户。所以如果你的显卡和游戏支持 DLSS， 那么建议你及时更新最新的驱动程序，能获得更好的 DLSS 效果。对于不支持 DLSS 的玩家来说，也可以通过抗锯齿技术来改善锯齿，比如多重采样抗锯齿 MSAA。在不开 MSAA 的情况下，三角形只对像素的中心点进行一次采样。三角形如果覆盖到了像素的中心，就会把整个像素渲染上颜色，没有覆盖则不染颜色，最后渲染出来的就是这样。但是如果你开启4倍的 MSAA， 三角形会对像素进行4个点的采样，覆盖到4个点就把这一格像素全部染成本来的颜色，覆盖到2个点的就渲染成中间色，覆盖3个点的就按75%的比例染色。这就是4倍多重采样抗锯齿的原理，倍数越高，采样精度就越高，锯齿也就越不明显。左边是不开抗锯齿，右边是 MSAA 乘8抗锯齿的效果，几乎看不到锯齿了，但是对每个像素进行8次采样，也大大加重了显卡的负担，帧数暴降了60帧。这种抗锯齿对显卡的负担太大了，为此英伟达对 MSAA 做了一些改进。既然4倍 MSAA 是对一个像素点进行4个点的采样，那么我可以让第一帧采样2个点，第二帧采样另外2个点，结合上一帧的2个点，那么这一帧可用采样信息就是4个。理论上用2倍的算力就达到了4倍的效果。这种技术叫 MFAA， 你可以在英伟达控制面板中开启 MFAA， 然后在游戏中再开启 MSAA 就行了。抗锯齿效果明显，而且帧数也有不小提升。与之类似的还有一个 TAA 时间抗锯齿，
它会收集前后4帧的采样数据，以2倍的 TAA 就能达到8倍 MSAA 的效果，对性能要求很低，而且抗锯齿效果非常好，同时也解决了树木闪烁的问题。只不过动态的画面有时候看起来会有点糊，比如随风而动的树糊成了一片，这种模糊你可以通过提高分辨率来改善。还有一种最简单廉价的抗锯齿 FXAA， 也叫快速近似抗锯齿，就是在画面渲染完成后，把所有色差比较大的地方进行虚化，也能起到一些抗锯齿的效果。虽然屋檐上的锯齿消失了，但是树木闪烁的问题依然非常明显。还有一个与 FXAA 类似的抗锯齿 SMAA， 对性能损失也很小，但是据说效果要比 FXAA 好一些。说到底，对抗抗锯齿最粗暴的办法就是提升分辨率。你可以用 DLSS 技术来改善高分辨率下的帧数表现。时间抗锯齿 TAA 目前用的最广，而且对性能影响也很小，特别是抗闪烁的表现非常好。但唯一的缺点是会有模糊的现象，提高分辨率可以大大改善模糊的情况。MSAA 属于老旧的抗锯齿技术了，虽然效果不错，但是对性能影响极大。如果你电脑性能比较弱，游戏也不支持 TAA， 那么可以开 FXAA 或者 SMAA， 这2种抗锯齿都不怎么吃性能，但是也会起到一些效果。当这一切都弄完之后，游戏中还会有一些后期处理的设置。后期处理就像是修图时候的滤镜，对性能不会有多大影响。比如赛博朋克中模拟摄像机镜头的眩光，奥德赛中的景深，不过景深这个选项好像开启和关闭都没啥区别。还有大部分游戏中都有的动态模糊。动态模糊这个功能仅建议游戏帧数低于30帧的时候开启，它可以把你周围快速运动的物体变得模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画面运动时的流畅程度。但是高帧数的画面本身就很流畅，开启动态模糊会让游戏中的画面变得模糊不清，还容易让人头晕。所以除非是你觉得画面运动卡卡的，否则一般情况下我都不建议你开动态模糊。最后总结来说，我把游戏中的画面分为以下几类。首先是材质和纹理类，这一类中主要是纹理、材质和各项异性过滤。这类设置对画面观感影响较大，但几乎不吃性能，只占显存。在显存足够的情况下可以开最高。然后是光照和阴影这一类，主要包括光线的各种反射、折射、光线追踪、阴影、环境光遮蔽、体积云、体积物等体积类选项应该也属这一类，对画面的观感影响适中，但性能开销很大，建议是开低或者开中就好，开最高的性价比会很低。然后是视距类设置，主要是各种细节层次，它可以让远处的物体变得更清晰，但是对性能影响中等。看风景的话开最高，一般情况下开中等，减少模型突然出现的突兀感就可以了。然后是草地植被类的设置，对性能影响中等，看风景的话可以开高。然后是物理类设置，比如说水物理，对性能影响非常大，对观感影响较小，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开最高。然后是粒子类的特效设置，对性能影响中等，对观感影响比较大，在保证画面流畅的情况下可以开高一些。然后是抗锯齿类，抗锯齿对画面观感的影响很大，我自己更喜欢时间抗锯齿，效果最好，对性能影响也不大。其次 MSAA 效果不错，但对性能影响比较大。快速近似抗锯齿 FXAA 和 SMAA 属于廉价抗锯齿，对性能影响很小，只不过效果一般。最后是后期处理类，比如景深、动态模糊、眩光等等，这一类设置对性能几乎没有影响，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择，除非是你觉得画面运动卡顿，否则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开动态模糊。那么最后看一下实战吧。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发2条弹幕点关注，我们下期再见。